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的这一集呢，比较像是一个知识的分享交流，因为完全没有什么做法，但我相信对于一些不能吃奶制品的朋友，或者是那种严格素食的朋友，应该是很有帮助的。今天的这个全素版的奶油奶酪真的可以取代传统的 cream cheese， 我已经用它来做巴斯克蛋糕了，非常的成功。如果用它拿来涂抹面包，吃起来的那个质地口感也真的很像我们传统记忆中的 cream cheese。 不啰嗦，赶快来看看全素版的椰子奶油奶酪到底要准备哪些材料。材料配方大家就自行荧幕截图咯，详细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材料只有2种，主材料就是浓椰浆，也就是所谓的 coconut cream， 不是 coconut milk。Coconut milk 是比较稀一点的，一定要选择脂肪含量够高的虽然 milk 跟 cream 可能都翻译成椰浆，但是实际上 coconut cream 的版本就是脂肪含量更高的。我目前找到的大概就是这个雄鸡标这个牌子，它的脂肪含量可以超过 25%， 而且它里面呢完全没有其他的添加物，就是非常纯的浓椰浆。近年来很多的欧美研究报告都指出椰浆是一个非常好的脂肪来源，甚至有日本的学者也研究指出，椰奶可以有效预防跟改善阿兹海默症。这些都不是我说的这些资讯呢，大家都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得到。相信很多生酮或低碳的朋友都很认识这个食材。买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放入冰箱冷藏至少1天，其实更建议冷藏2-3天以上，因为低温之后呢，脂肪才可以凝固。如果把冷藏的时间拉长一些，它甚至可以分离出更多的椰子清汁，也就是自动会把椰浆里面的水分给分离出来。我们要取用的就是凝固成固态状的脂肪。那我今天做的这个版本呢，刚好是要拿来抹面包的版本，不太需要分离出更多的椰子水分，所以我这罐只有冷藏1天。如果想要做的是 cheesecake， 你可以直接冷藏3-4天。我们就把固态状的椰汁给取出，接着加入柠檬汁。柠檬汁在这里的作用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调一个酸味，因为传统版的 cream cheese 就是带着微微的酸味，所以我们就算是给这个椰汁调个味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柠檬的量大家可以自行微调，有人喜欢酸一点就可以加多一点，不喜欢太酸的就少一点。搅拌均匀呢，虾米就完成了呢。会不会给它太简单了？没错，我们就是要又简单又好吃。这个是用另外一个品牌 Cara 的椰浆制作的，因为它的脂肪含量只有10几%，所以很明显大概只能打发成奶油，没有办法做成 cream cheese， 因为它内部水分含量实在太高了。再看一下雄鸡标做出来的质地就是浓稠感很高，想要更浓稠还可以就是罐头在冰箱多冷藏个2-3天，它就可以分层。另外也可以观察到颜色的部分， Cara 的就是比较洁白，雄鸡标带的是有点灰白色，有点像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莫兰迪白，感觉就是带点工业风的灰白色，应该就是它很天然没有脱色的关系。直接装入消毒好的瓶罐当中，冷藏大约可以保存7到10天。所有可以用到 cream cheese 的场合通通都可以用它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椰子的香气，这个部分还蛮主观的，有人就是不喜欢，喜欢的就会爱死。拿来搭配我之前分享的软欧包，真的完全绝配，太好吃了。素食版的 cream cheese 等你交作业咯。Wasn't all a dream. Even now I have a feeling that fate is going to.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